美国白宫确认，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于6月15号前往瑞士参加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峰会。这显示，近期乌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呼吁拜登参会，但遭到了美方的拒绝。按照主办方瑞士的说法，发出了160份邀请函，但确认与会的只有约70国。美国白宫3号发布声明表示，和平峰会期间，总统拜登按照计划出席由演员乔治·克鲁尼和茱莉亚·罗伯茨在洛杉矶举办的竞选筹款活动。对此，美国彭博社评论称，被泽连斯基视为最重要盟友的拜登，宁愿与好莱坞明星聚会，也不愿在欧洲出席完7国集团峰会后，顺路前往近在咫尺的瑞士参加和平峰会。实际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多次隔空喊话拜登，希望他出席。泽连斯基还说，如果拜登不出席这场活动，将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为此起立鼓掌。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拜登缺席和平峰会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目前前线的形势不容乐观。我们看到，美国在这方面还是有所保留的。其实最主要的是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因素和避免对这个我们说，这个冲突双方的一个进一步的刺激。近期，泽连斯基在全球各地开展穿梭外交，希望获得更多的援助的同时，也游说更多国家参加瑞士举办的和平峰会。但这场峰会并未邀请俄罗斯参加，外界认为这意味着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据主办方瑞士公布，发出了约160份邀请，有约70个国家同意出席，但泽连斯基宣称同意参加的国家已接近100个。观察认为，这其中的数据差可能是部分国家仅为口头确认，并未正式书面确认，因此还存在变数。实际上，由于这场峰会未邀请当事方之一的俄罗斯受到国际舆论的质疑，一些国家明确表示反对。金砖国家之一的印度政府就表示，尚未决定在此次和平峰会上的参与程度，但预计不会派总理或者外长出席。巴西和南非总统也确认不会出席，若参会也只会派出低级别代表团。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和俄罗斯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沙特阿拉伯，该国表示不打算参加的原因是俄罗斯不在受邀出席之列。中方已确认不出席和平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号解释了原因，与5月下旬中国与巴西达成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6点共识一致。中方反复强调，和会应当具备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这3个重要的要素。中方难以参会，正是因为我们认为本次会议恐怕还无法实现这3点。实际上，冲突开始不久，在有关国家的斡旋下，一共进行了6轮和谈，谈判一度接近达成，但最后关头却遭遇破裂。当时有媒体爆料称，乌方受到美方的怂恿而拒绝了和谈的条件。但去年以来，一些和平峰会开始举办，包括去年6月在巴黎以及8月在沙特吉大港举行的会议等，均未成功。观察指出，要想和平，唯有当事方坐下来谈判。近期乌方在战场上遭遇不利，5月起，俄方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发起攻势，控制了边境沿线的多处村庄。乌方随即要求美西方放宽外国援助武器在使用方面的限制。此前，北约援助的武器被要求不得用于袭击俄罗斯本土目标，但近日美方首度松口。在美国点头后，乌军加大了袭击俄本土的力度。3号，乌军声称使用美制海马斯火箭炮击中了俄境内部署的2台 S-300防空反导系统和一辆 BAZ-69092 底盘的供电车。有俄方人士证实，乌军在2天内发射了数十枚海马斯火箭弹，其中大部分被拦截，但一些漏网之鱼击中了比尔格罗德州目标。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在之前已经发生过了啊。乌克兰已经使用这种无人机从这个用不同的方式然后这个进攻了俄罗斯国内的不同距离的一些目标，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一直在延续啊。值得注意的是，美方2号却表示，允许乌克兰使用该国制造武器打击的俄境内目标仅限于防卫哈尔科夫地区的目的，因为拜登不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对峙引发全球战争。普京此前曾警告，一些西方国家提议允许乌克兰使用外国输送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
境内目标是在玩火，会引发严重后果。俄罗斯观点报认为，随着俄罗斯最近在前线获得主动权，一些西方领导人正在推动政策改变，此举将令冲突局势迅速升级。一旦解除对乌武器限制，意味着俄罗斯本土将遭到更多、更猛烈的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在前线会对乌军展开更猛烈攻势。因此，西方解除对乌武器限制的举动不会明显改变胜负天平的朝向，反而会加大战争烈度，造成更多伤亡。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冲突持续2年多，乌克兰士兵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急需征召数万人。但有乌克兰战地指挥官说，新兵只能在抵达前线以后才能学习基本战斗技能。另一方面，泽连斯基签发多道征兵令，包括允许囚犯参军等，而逃避服役的人将被重罚。且目前该国限制18至60周岁男性出境，但外逃的人依然很多。根据乌边防部门统计，已发现45人在越境时死于地形、天气以及动物袭击等因素。它在逐渐的放宽这种入伍的年龄限制、性别的限制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其实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来动员这种国内的这个人的资源来这个应对这样的一种冲突。但是现在看来确实是捉襟见肘。那可能在这个方面，乌克兰还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更多的唤醒这个美西方对自己的关注，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援助。好，稍后马上来连线特约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访菲律宾后，美国宣布拜登总统不出席瑞士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美方只派副总统和国安顾问参会，那意味着什么呢？主持人好，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乌克兰特别关注，特别是泽连斯基，他希望很多国家参加，也希望元首级人物出席，这样就叫峰会了，从而为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背书，为泽连斯基的总统合法性站台。但是这个和平峰会有致命的缺陷，既不邀请俄乌冲突的当事方参加，也是只讨论一种方案，就是泽连斯基的10点计划，要求参会者只举手同意，而不是对多个方案进行平等的讨论。所以这个和平峰会其实是解决不了任何的实际问题，是对泽连斯基的站台聚会，而不是真要解决俄乌冲突，转向停战谈判。鉴于这样的行情美国总统此前就没答应要参会。泽连斯基还是不太顾外交礼仪，点名中美领导人要参加。他还说只要是拜登不出席，那么普京将起立鼓掌，有点要挟的意思。也许正因为瑞士和平峰会是务虚会，是站台聚会，有些国家可能只派代表参加，但领导人不出席，泽连斯基便出国游说了。他不远万里参加新加坡的相会，是想动员亚洲国家参加。那么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他在相会上指责中国不参加，充当俄罗斯的工具。他也攻击美国，批评特朗普将是失败的总统。结果这亚洲国家响应的似乎不多，于是他就连夜赶往菲律宾，希望马克思总统参加会议，能拿一个元首级的人物算一个。就在菲律宾表态要派人参加的时候，美国明确了拜登不参加，由副总统哈里斯和国安顾问沙利文参加。拜登要去好莱坞与明星们交流，拿竞选赞助。其实拜登13到15日就在欧洲，在意大利参加7国集团峰会，顺道到瑞士停一下，讲几句话也是挺方便的。但是拜登不去参会，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觉得这个和平会议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索性干脆先为自己的大选考虑算了。美国副总统大家都知道是有名无实，所以哈里斯和沙利文出席会降低会议的重要性。这同样会影响其他国家会派什么级别的人来出席。印度就刚说总理莫迪是不会出席的，可能派外交国务秘书去，国安顾问都不参加。金砖国家中除了印度以外，其他国家可能都不出席。巴西、南非、沙特、伊朗都明确说不会参会。那么少了元首级人物参加，这个和平峰会就不叫峰会了。瑞士举行会议的地点是著名的风景区琉森湖，参会的人员以乌克兰问题为噱头来个公款旅游，也是挺惬意的。我估计这个和平峰会可能会变成旅游盛会，发表一个谴责俄罗斯的大会声明，然后什么事解决不了。我都怀疑看拜登不去参加会议，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不会也不去了呢？菲律宾说要派人去参会，但是没有明确说
总统要出席。拜登已改变策略，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法国、英国、瑞典、芬兰、荷兰、波兰等国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也发出信号，表示不反对乌克兰使用他们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内目标。那您认为这会改变俄乌战争的态势吗？美国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前几天呢有一个访谈，专门讲俄乌冲突。他的基本结论是，无论美国和北约国家提供怎样先进的武器，是否同意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乌克兰的败局已定，很难扭转局面。其中呢有2个关键的因素：一是乌克兰的兵源呢是严重不足，都开始抓人参军，让囚犯参军了。即便呢有先进武器，也没人去使用。况且西方国家的先进武器呢，得靠较长的时间训练才能够操作使用。二是西方国家呢虽然提供了援乌资金，但是乌克兰使用这些钱呢还是比较困难，有很多关卡。就是有钱给军火商下订单，西方的军火商生产能力有限，也没法及时的提供乌克兰所需要的武器弹药。可以这么说呀，以往的每一次乌克兰在战场遇到困难，美国和西方呢都要开一个口子。比如美国呢提供海马斯火箭系统、M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德国呢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豹2坦克，英国呢提供风暴之鹰导弹，都希望呢成为游戏改变者，能够扭转战局，但是呢从来没有改变战局。后来呢，北约国家又同意给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培训乌军飞行员，但是到现在呢，乌军呢还是没能驾驶 F-16战机升空作战。现在呀，乌军防守艰难，步步撤退的时候，美国、英国、法国、波兰等国呀，再给乌克兰放宽限制，允许乌军呢用他们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上的目标，试图扭转战局，大概呢仍然是老样子，改变不了战局。俄罗斯的指挥系统是越来越紧凑，小分队作战方式也得以推进，武器装备的供应充足，军人数量远超乌军，这都是战略优势，必将呢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我估计啊，美国和北约国家的这一波操作，可能对俄军进攻呢造成一定的障碍，也可能导致俄罗斯境内城市受到袭击，但很难扭转乌克兰的败局。美国呢之所以这样做，是要乌克兰战火呀延烧到11月选举日。俄乌战争呢对拜登的选举是有重要指标意义的。等到大选结束，即便是拜登赢了，他呢也可能会设法停战谈判。美国呢已经难以支撑起乌克兰战争了，没有那么多的钱啊，这个供乌克兰打仗。至于说俄罗斯会不会引发核战争，以此呢来报复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越界打击，我估计呢可能性不太大。现在呀，俄罗斯的军事作战力量已经比开战的时候呢强多了。